这是我第一次在真实案件中听到这样的要求。2024年9月，46岁的美国女性莎拉·布恩作为一个谋杀案件的被告人，向法官提交了一份特殊的动议。她要求法官允许她在每次出庭前提供专业的发型师和化妆师为她进行装扮。为什么她需要特别化妆出庭呢？莎拉的理由是，如果自己以憔悴的、未经修饰的形象面对陪审团，视觉上的颓废感会让他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不仅仅是化妆，更是关乎她的尊严。她需要维持一种体面的，甚至优雅的形象去面对指控。这个要求初听非常荒谬，但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她给出的理由似乎又有一些说服力。那么，她到底卷入了什么案件呢？这个案件更为荒谬。行李箱捉迷藏谋杀案。莎拉被指控将她的男友乔治谋杀于蓝色行李箱中，而莎拉的说法是，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捉迷藏游戏导致的一场意外悲剧。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莎拉是一个行为荒唐的谋杀犯，或者只是一个失去了爱人和尊严的心碎女人呢？让我们一起目击这起锁死情人案。大家好，我是目击者云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走进人性的黑暗世界。现在，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锁死情人真实案件之旅，先来到案件的发生地——美国佛罗里达。2020年2月24日，报警电话在13:01接通。电话里面，莎拉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她喘着粗气，向接线员尖叫：“我的男友乔治死了，他变紫了。我们在玩捉迷藏，我睡着了，但是我试着给他做心肺复苏，他没有反应。”警察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这是位于奥兰多东部的卡萨贝拉公寓。莎拉和男友居住在其中一套2层的联排屋中。莎拉头发凌乱，蹲在门廊前不断哭泣。面对警察的询问，她一遍遍似乎机械地重复说着：“这是一场意外。” I don't water. Just water. I can get you some water, okay? Just I want you not on your feet because I don't want you passing out on me. 警方确认莎拉的男友乔治已经死亡，他的遗体被发现在住房1层的一个蓝色行李箱中。随后，他们在现场对莎拉做了简单的询问。莎拉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2月23日深夜，她和乔治在家中喝红酒、画画、玩拼图游戏，享受一个轻松的夜晚。快到凌晨的时候，两人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莎拉先是藏在了楼上的淋浴间，但乔治一直没有上楼找她，于是她回到了楼下。这时，乔治提出可以钻进行李箱，应该会很好玩。接着，乔治自愿钻进了行李箱。莎拉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但因为拉链坏了，她用了回形针才把行李箱拉好。之后，她回到了2楼的卧室睡着了。第二天，也就是案发的24日早上，莎拉从睡梦中醒来，她没有看到乔治。当时，她以为乔治在楼下用电脑，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乔治的声音，于是她下楼，直到看到了那个行李箱，才想起来乔治可能还在里面。他连忙打开了行李箱，发现乔治蜷缩在箱底，脸色发紫，身体已经僵硬。于是他报了警。玩捉迷藏游戏，藏的人难道不应该是偷偷躲在不被找到的地方吗？谁会让找的人把自己锁到一个行李箱里去呢？警方难以理解莎拉的说法，但是她不仅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并且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她主动提出警方可以查看自己的手机，里面记录了两人很多的快乐时光。于是，警方当场以证据留存的形式暂时扣押了他的手机，并于第二天要求莎拉到警局做一个正式的口供。2月25日，莎拉来到警局，她再次讲述了捉迷藏的意外悲剧，但警方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并播放了2段视频。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to me. Sara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to me. Sarah. Fuck you. Sarah. Fuck you. Sarah. Stupid. Sarah. That's my name. Don't wear it up.
Sarah, I can't fucking breathe, babe. Seriously. Yeah, that's when you do when you choke me.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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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h, I can't breathe, babe. That's on you. Sarah, I can't breathe. It's on you. 这是警方在莎拉主动提交的手机中找到的2段视频，时间分别是乔治死亡当晚的23点12分和23点23分。视频中，莎拉对锁在行李箱中的乔治冷嘲热讽，并表示他活该。莎拉面对警方的突袭，她表现出极度的震惊和困惑，她眼睛盯着屏幕，嘴里喃喃地反问警方：“这是我录的吗？”很快，她改变了说法。他说自己喝断片了，完全不记得这些内容，并表示那些对乔治的话完全是酒精刺激下的无害玩笑。可就在1天前，莎拉说他们只是喝了一点点红酒而已，怎么就变成喝断片了呢？莎拉·布恩原名莎拉·波尔森，出生于1977年10月10日，案发时42岁。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长大，就读于艾奇沃特高中。据了解，他的学业表现非常出色。我找到了一段他15岁时参加电视节目的视频，可以看到他当时青春飞扬的样子。What do you do while you're just hanging at the mall, Sarah? Well, check out guys and spend money. Check out the dudes and spend the cash. Your cash are like... 萨拉在27岁时和布莱恩·布恩结婚，并育有一子卢卡斯。在邻居和朋友眼中，莎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女性，丈夫是收入稳定的职业人士，她有自己的工作，同时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然而，美好家庭的另一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莎拉有酒精依赖的问题。在医学定义中，酒精成瘾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成瘾者的神经系统对乙醇产生了深度依赖，一旦停瘾，身体会陷入颤抖、焦虑甚至幻觉的折磨，而持续的摄入则会剥夺一个人的执行能力、情绪控制力以及对现实的逻辑判断。莎拉的父亲在她青少年时期去世，母亲在她婚后不久被癌症长期折磨而去世，她的哥哥因性犯罪而入狱。也许这些家庭危机是她酗酒的最初原因。多年来，莎拉的饮酒量不断增加，她甚至在工作日的晚上频繁去酒吧。这样的重度酒精依赖最终导致了她的婚姻破裂。2017年11月30日，布莱恩因为无法再忍受她的酗酒和随之而来的情绪暴走，提出了离婚。2018年8月，两人完成了离婚手续。莎拉搬了出去，住到了环境优美的卡萨贝拉公寓的2层联排公寓中。她和布莱恩维持着礼貌友好的关系，并共同抚养儿子。每个周一、周二由她照顾孩子，并在隔周的周末轮流照顾。离婚后的莎拉没有摆脱对酒精的依赖，并且她的职业生涯也遇到了危机，她失业了。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乔治。乔治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莎拉人生低谷的时候和她走到一起呢？乔治·托雷斯案发时同样42岁，他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平凡的家庭，成年后的职业轨迹模糊不清。根据他的 Facebook 信息显示，在遇到莎拉前，他在当地一家 S 五金店工作，直到那家店关闭，导致他失业。他有3个子女，那段婚姻关系最终在混乱中破裂。同时，乔治也有酒精依赖的问题，失业、离婚、酒精依赖。乔治为什么在莎拉人生低谷时和他携手？因为他们完全是一块镜子，映照的2面。2018年1月，两人在一个酒吧里相识，立刻打得火热。4月，居无定所的乔治搬进了莎拉的公寓里一起生活。随后，乔治在 Facebook 宣告了自己正在恋爱关系中。但就在7月25日，莎拉拨打了911报警。警员几分钟后到达，莎拉表示她在酒吧向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要了一根烟。男友乔治因此不高兴，并离开了酒吧。他们回到家后发生了口角，乔治把他拖上楼，并踢了他的右眼。乔治则有另一种说法，他表示自己在发生争吵后决定上楼，以避免正面冲突。但莎拉双手掐住他的喉咙，他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
开始踢莎拉，目的只是想让她松手。两人都对警方表示拒绝医疗救治，致使警方无法判断谁是主要施暴者。乔治被控殴打，莎拉被控以勒紧方式殴打。最终，两人都交保释金取保，案件被撤销。注意一个时间点，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18年8月，莎拉正式离婚之前。而在离婚之后，莎拉还继续和乔治交往。2019年6月15日，莎拉再次拨打911，称乔治因她和另一个男人说话而生气。她指控乔治打了她的头、脸、腿和手臂，并威胁她的生命。承办警员记录，莎拉脸侧有一个红色的肿块，脖子上有抓痕。莎拉再次拒绝了医疗处理，但她填写了一份家暴工作表。乔治否认殴打莎拉，但仍因殴打罪被逮捕，并送入监狱登记，之后获得有条件释放。2019年8月，莎拉再次报警称，她在卧室睡觉时，乔治突然发起攻击，乔治处于暴怒状态，尖叫着对她的脖子挥打，扯她的头发。但在警方赶到现场之后，莎拉却表示，她不会出庭指控乔治。2019年9月4日，莎拉第4次报警，乔治再次被捕，案件在几周之后完结，但很快两人再次住到了一起。从2018年1月到2020年2月23日，莎拉和乔治恋爱的2年时间内，莎拉报警了4次，暴力攻击的程度不断升高，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很显然，这是一段有毒的感情关系。那么，是因为乔治施加的压力让莎拉无法逃离吗？莎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一度表示自己无法脱离乔治的暴力控制，但是这是一个谎言。关于报警记录，莎拉刻意隐瞒了一个关键细节。每一次乔治被带走后，不到24小时，莎拉就会出现在警察局或法院，在没有任何人胁迫的情况下，签字交保，将乔治救出来，并再次带回家去。这演变成了一种可追踪的循环模式。莎拉报警，乔治被捕，然后莎拉保释他出来，甚至参加每一次的案件听证与提审，并不断帮助他在法律体系内周旋。乔治是施暴者，但莎拉更像是控制者。他通过报警行使制裁权，又通过保释行为行使豁免权，在这个双向绑定的游戏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证据显示，莎拉甚至多次主动违反法院下达的禁止接触令。每当乔治试图搬离或者寻求独立空间时，莎拉会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他，诱导他回到自己身边，然后权力游戏再一次重启。莎拉的更多谎言随着调查的展开而被揭穿。根据他的供词，乔治躲进箱子后，他就回到卧室睡着了。但尸检报告显示，乔治的后背、颈部、肩部都有长长的抓痕，这被看作是防御性伤害。手臂和指关节有明显的擦伤和淤肿，推断是他在临死前拼命抓挠行李箱内部，试图脱困留下的伤痕。我们再看一下当晚莎拉拍摄的这2段视频。这2段视频只相隔了10分钟的时间，但可以明显看到行李箱上下翻转了。而与此对应的是，乔治的左侧额头、头骨处有明显的钝器外伤导致的淤青，嘴唇有裂伤。结合莎拉的邻居给警方提供的证词，当晚从他家中传来了沉重的撞击声。警方在地毯上发现了行李箱滚轮留下的非正常压痕，以及行李箱外的击打痕迹。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可能性极高的推论：莎拉在把乔治装进行李箱之后，失力地把行李箱拖上了公寓的2楼，然后她松开手，任由行李箱从楼梯上翻滚而下。箱子里的乔治在翻滚中承受着剧痛，之后莎拉使用棒球棍或者别的钝器在行李箱外对乔治进行了击打，最终乔治死于体位性窒息和环境性缺氧。在第2天，莎拉拨打911求助，她对着接线员急促的喘息，声称自己正在疯狂地进行心肺复苏。但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具已经出现明显湿冷和尸僵的躯体。法医报告显示，乔治在那一刻已经死亡了8到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莎拉不会察觉不到乔治已经死亡，而证据显示，莎拉在报警之前先给前夫布莱恩打了电话。布莱恩来到了莎拉的住所，并看到了乔治的尸体。在这之后，莎拉才拨通了911。在电话录音中，那些急促的喘息和疯狂的施救声，在已经僵硬的尸体面前
只是一场表演。那么，在莎拉的这场表演中，前夫布莱恩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布莱恩接到莎拉的电话后赶来，在看到乔治已经冰冷的尸体后，他第一反应是巨大的惊恐。然后他清醒了过来，为了不卷入无关事件，他立刻离开了公寓，并强硬要求莎拉承担报警人的责任。警方在后续调查过程中也确认，布莱恩不是嫌疑人。前面我们提到了，布莱恩在2017年11月向莎拉提出了离婚，2个月后，莎拉就和乔治打得火热，甚至住到了一起，并且莎拉失业了，她根本无力负担自己的生活。她和乔治共同居住的双层公寓，一直到案发时都是由布莱恩在支付租金。那么，布莱恩对此一无所知吗？他知道，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2人共同的孩子，他选择了尊重莎拉的选择。说实话，对布莱恩的这个思考方式，我难以认同。试想一下，每周2次把孩子送去和有酒瘾的失业妈妈以及她的暴力新男友一起生活，这对孩子真的好吗？但如果要指责布莱恩，我觉得这里面更可怕的还是莎拉对他展现的控制。离婚之后，莎拉不断利用孩子作为纽带，利用自己失业的窘迫作为筹码，让布莱恩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而他把布莱恩的钱用于舒适的公寓、酒吧买醉以及保释新男友。哪怕在案发之后，莎拉被投入监狱，在等待审判的4年里，她向布莱恩寄出了大量的信件，教导布莱恩如何对媒体发言，如何按照他的叙事去欺骗儿子。他会写下对儿子的思念，感激布莱恩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甚至撒谎说自己患上了癌症，紧接着就要求布莱恩支付更高昂的律师费。布莱恩表现出迟疑或者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时，他这样写道：你明知我是无辜的，却坐视不管。当这一切尘埃落定，我们的儿子会怎么看待他的父亲？这些证据汇聚在一起，描绘出了莎拉病态依赖的人格形象。对于前夫布莱恩，莎拉展现出来的是利用型依赖，扮演弱者，情感绑架；对于男友乔治，则是操控型依赖，扮演上帝，精神圈养。乔治不幸死亡，成了受害者，而布莱恩的角色是幸存者。他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认清了莎拉的真相，选择了慢慢疏远。莎拉对此极度愤怒，她在给法官写的公开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们继续纵容我的前夫布莱恩违法？他有钱，而我却要烂在监狱里。莎拉歇斯底里的表现撕毁了最后一层温情伪装，布莱恩彻底和他切割。在失去布莱恩的经济支持之后，莎拉将如何面对审判呢？从2020年2月案发到2024年10月案件正式审理，4年的时间里，莎拉一共更换了13任辩护律师。每一任律师最终都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指导和挑剔而选择退出或被解雇。莎拉认为，没有人比他更懂法律，没有人比他更完美。他在狱中给法官写信，内容除了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之外，就是各种的攻击。他攻击所有为他工作的律师无能、智力不足，攻击前夫布莱恩抛弃他、陷害他，甚至在一封长达58页的长信中攻击法官，对他充满偏见、冷酷无情。我无法理解，莎拉为什么连法官都不放过攻击呢？也许原因是法官驳回了他需要专业化妆师的要求吧。终于，在2024年10月7日，莎拉走上了审判席。她没有得到专业化妆师，但依然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庭审过程中，她坐在被告席上，手中经常拿着一支笔和厚厚的笔记本，神情严肃地不停记录，表现得不像是谋杀案的被告，更像是一名正在研究的法学教授。他坚持要进行自我辩护。当他开口时，法庭立刻变成了他自恋人格的舞台。他否认拖行过行李箱，否认听到了乔治的求救声，否认一切罪行，认为所有的指控都是外界对他这个聪明女性的嫉妒和迫害。他冷冷地形容那个晚上只是一个恶作剧，他坚持认为那只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只不过玩得有一点过火了。他多次直接打断检察官的发言，甚至指责陪审团无法理解他和乔治之间那种充满激情的感情关系和互动游戏。他表示自己才是这起案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这场官司耽误了他宝贵的人生。但真正耽误莎拉的
是他放不下的酒瓶和对清醒人生的逃避。最荒诞的一幕是法庭的最后陈述环节。I forgive George for lying, for him trying in so many ways, so many times, to end me with his terrifying love. I also forgive the Torres family, his mother and father foremost, also his 2 ex-wives and daughters, all for knowing who George was, capable of, and has done in the past, his history of violence and where he learned it, then to keep turning a blind eye when I would ask for help. In the end, I forgive myself for not choosing my life sooner, for not being more brave, vigilant, bolder, and outspoken, stronger, mentally,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For being hopeless, desperate, simple-minded, weak, and inexperienced. I forgive myself for falling in love with a monster, and no matter how grotesque he may become, I still loved him, hoped, and forgave. I tried breaking the spell so he wouldn't be a monster anymore. 这是全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没有任何忏悔，没有任何自责，他再次扮演了上帝，宣布了对他人的宽恕。陪审团没有再浪费更多时间，不到2个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给出了裁定：2级谋杀罪名成立。2024年12月2日，法官下达了最终判决，莎拉·布恩被判处终身监禁。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没有任何假释的可能。乔治被莎拉锁死在行李箱中，莎拉将被漫长的锁死在监狱中。我们把目光再一次转到2018年6月15日，那是莎拉第一次报警控告乔治家暴。在那份警察的笔录里，乔治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是在反抗，我的生命受到了莎拉的威胁。这和莎拉在庭审中的辩护词几乎一模一样。莎拉表示，如果自己将乔治从行李箱里放出来，她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这2个人最终命运似乎从这一刻就注定了。2个恐怖情人在酒精和暴力的轨道上死死锁在了一起，他们的暴力循环已经失去了控制。就算避免了这一次的悲剧，但下一次呢？这么说也许有点残忍。当2个病态的灵魂锁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是对周围无辜者的保护。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是目击者云奇，我们下一次黑暗中再见。